日本防卫费首次突破红线，如何借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出炉，创纪录军费？日本购买 F-35战机、巡航导弹，谋求先发制人打击能力。多支部队部署西南岛屿，有怎样染指东海、台海图谋？日本自卫队在与那国岛去部署雷达呢，本身其实也是自卫队在试水。日本防卫费连续10年创新高，并且首次突破占比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1%的红线，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自1976年日本时任首相三木武夫做出防卫费占比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1%的决定后，历届日本内阁基本遵循该惯例。但从安倍晋三内阁开始，日本高层不断为防卫费突破该红线造势。2021年8月，日本2022年度防卫费预算额度申请启动之时，包括防卫相岸信夫在内的日本防卫界就持续渲染周边安全威胁，为突破防卫费比例限制试探社会舆论。有分析指出，从防卫费增长和分配来看，日本距离彻底摆脱战后秩序限制已然不远，应保持高度重视和警觉。日本防卫相岸信夫4月4号称，强化日本防卫力刻不容缓，并再次借俄乌冲突炒作台海局势，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当然，这种炒作呢，其实也就是给自己制造一个遮羞布。那我们知道，俄乌的冲突跟台海的情况是完全不同，台海是中国的内政。但是对于日本也好，对于美国也好，很多的政治人物、军方的人士认为呢，那么去阻止中国统一，那么是防止中国逐渐崛起的一个很好的办法，或者说在这个相关的问题上，有可能跟中国进行博弈，甚至说可以把中国拖入军事冲突。众所周知，日本战后受和平宪法约束，日本不能拥有进攻性武器，比如航空母舰、轰炸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等。而战斗机或攻击机很长一段时间也无法使用精确制导炸弹以及远程对地攻击导弹，最多只能配备反舰导弹，对地打击能力有限。而根据新的防卫预算，日本将加速提升战略进攻能力，谋求近年来一直鼓吹的所谓先发制人打击能力，包括将采购大量 F-35隐身战机，升级改造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加快下一代 F-X 战斗机研发计划等。我们说日本这2年一直要讲这个先发制人打击能力啊，那么日本方面看重 F-35，主要还是2条，第一条是隐身。第二点呢，就是 F-35它作为美制的主力的这种战斗攻击机吧，那么它拥有发射美制弹药的这种能力。就美制弹药里面，我们说很多它是拥有，比如说战区外发射，那么射程在几百公里，那么这种我们说实际上就是空射的巡航导弹，那么 F-35都会是主要的搭载平台。值得指出的是，以安倍晋三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和极右翼势力近来还曾多次提及要与美国进行核共享。白梦辰指出，不排除日本还在密谋将美国核武器引入本土，用 F-35战机搭载美国的 B-61系列战术核炸弹。日本的很多人一直希望在本土去部署美国的核弹头，那么怎么样去部署，怎么样去保证发射，那么保证在对方的这个战略打击武器发动攻击之前就予以摧毁。那么日本的很多人考虑就是要把自己整合到美国的核战争体系里面。那么具体来讲，那么 F-35是很重要的一环。日本新防卫预算还包括开发增程型1.2式反舰导弹，采购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巡航导弹等。